镜子角色这么一个感觉。人类方面呢，分布对于人类来说还是对比较 OK。那么这边红蝶首先是开始马上寻找人类了，那么人类这边也是要紧张休息。但是我们红蝶现在是有耳鸣了。是的，貌似已经看到了。又是开始先往我们的海边这边巡视，发现了脚印，没有错。然后看见了我们的巫师然，是的。这边是直接放板没有弹，我们红蝶直接踢倒，但是这边调香师似乎是拉近了太多的距离，这一边应该是要交小水瓶了。好的，直接用掉，但是红蝶也是没有急于出刀，这边是紧随其后。好的，这边是卡住我们调香师的香水瓶的时间，算得非常准确，让我们的红蝶没有时间，没有回去香水，非常的可惜。是的，没有回速，那么这边只能是一个受伤状态，前期就直接交到了一刀。调香师这个角色，一般第一次道具没有用的话，后面道具基本上就很难再使用到了。是的，他的受伤状态，那么他的香水瓶的折扣就大大减少了，不能是恢复一个健康状态。那么这边但是他的香水瓶只能作为润漂。那么这个时候在5台密码机的情况下，就直接秒杀掉了调香师，另一边是压迫住了空军的破译速度。是的，这张地图本身又比较大，然后如果第一个人抓得很快的话，对求生者是很不利的。对，而且人类去救援，如果说离得太远的话，很有可能导致第一个阶段没有卡住。对。那么我们现在场上还剩5台电机，我们的空军已经是修不动的了。是的，有60%的破译 debuff。没错。这边看我们的人类怎么选择，是打算卡一个阶段，还是放弃或者秒救？是的，也是要看人类的思想的。已经赶到我们的红蝶也是发现这边是直接救下，直接交枪，漂亮！交枪非常的。那么这一波救人虽然说是非常的顺利，但是由于我们救的有一点太早了。对，有点早，并且我们前期的人类破译速度是比较慢的。那么这边还有3台密码机的情况下，就看我们的调香师能否坚持住。但是这边红蝶似乎选择针对了空军。没错。一个抽到没有给到，有点着急，紧接着一个短飞拉近距离，紧着抽板没有给到。没有砸到，这板躲掉了。是的，那么直接踢板了之后，空军这个小木的板子放掉了，又转移示意啊，是的，准备在空军身上再浪费时间。其实追空军是很浪费时间的。这边是又找到我们残血的调香师，这边就非常危险了。调香师一个翻窗加速拉开距离。对，但是其实这一波的追逐时间已经比较成长了，我们人类破译速度还在是疯狂的跟上。没错。这边是提前交了一个香水瓶，打算好好回速。可以，这波比较精彩。但是这边也是没有板子的，已经没有板子比较关键。这边还有一个短飞捞近距离好了蛇皮，但是没成功。没有蛇皮成功啊。是的。紧接着这个时候，由于没有我们的前锋，所以说应该是顺利过上，也就是第2次上狂欢野。那么这个时候场上还有3台密码机，空军照样是破译不了。空军还是满血，应该是还是会来救，对，但是就比较拖节奏，2个人解3台密码。对，而且空军他现在的关键枪已经交了，并且化险为夷也已经给掉了。是的。另外这边密码机是分布的比较远的，是的。如果想帮队友补电机的话，要跑很长的路。是的。那么这边要看我们的红蝶和求生者怎么选择。那么这里是还在疯狂的破译呀，他们这边是准备救人的，还是选择继续破译呢？对，有一名求生者已经赶到，好的，先给到一刀，利用这个受伤加速挡住救人，但是这个距离很可能是一个长飞。我们的机械师选择来救吗？是的，已经救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就看我们调香师的牵制能力。如果说他这时候再倒地的话，是的，如果他再倒地的话，那么直接是上椅直飞。但是场上还有1台密码机，很有可能是直接回光返照。我们场上还剩1台密码机，机械师也是想帮调师扛刀的，但是没有扛到，非常的可惜。很明显，最后1台机也没有压好。我们的机械师竟然没有走，利用自身的这个再扛了一刀是什么意思？他这刀想帮队友再拖延一下最后的，是没有用的。对，但是没有扛好最后1台机，没有用，时间太仓促了。毕竟我们的倒地时间太快，5台密码机最后1台是卡不住了。这边可惜的调香师直接飞天。那么调香师飞了之后，我们机械师利用自身去帮拖延，那么几秒的时间，还是导致自己也要上椅子。我们的机械师是1挂，场上还剩最后1台密码机。第1次上椅子。对，1挂。第1次上椅子。对。最后1台密码机，我估计已是破的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红蝶打算是利用一个飞观察一下人类的位置。没错。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看到空军了。有可能把机械师救下来的同时，回光返照亮起。是的，那么就看我们最后1台密码机能否卡住。这边红蝶是不是急于出刀？2次假救就看好的，这次没有擒住，成功救下来一刀，是的。是的，救下来之后就看我们的密码机破译速度了。这边我们的空军在帮机械师扛刀，能否扛住？应该是压好最后。好的，扛住一刀，利用这个成功扛一刀，漂亮。然后全体起立。是的，回光返照。那么现在是空军的机械师恢复一个健康状态，但是我们的红蝶也是带了挽留。对。这个时候就看我们的红蝶能否。也要看现在红蝶追逐的这个人，他是牵制的时间了。是的，一个长飞被打断，但是这一刀是躲不过了。对的，但是机械师并没有牵到很长的时间给队友开门。那么这边挂上狂人自己的是和我们的机械师是召唤了机器人的。是的，对，他已经召唤机器人。另一边我们的人类已经在疯狂的拉门。是的，也要看我们的红蝶和
人类他是怎样选择了？是的，看一下这边人类是选择放一个人来救人呢，还是两个人直接逃脱保一个平局？好的一个长飞，一个长飞。 是发现人的位置，但是这边2名求生者已经在门口，并且已经拉开。是的。是。那么这一把应该是一个平局。是的。没错。我们的红蝶他不是很果断，如果他直接传送的话，至少还会抓到一个人。是的，毕竟是求稳嘛。我们求生者方面求稳，红蝶监管者方面也是求稳。是的。这局是比较可。前锋是非常厉害的，也要看接下来。这个时候我们的红蝶开局是在一个更加阴暗的角落，那么人类方面呢？哎，这个分散也是。 比较 OK。现在这个版本我挺喜欢去海边先找一点特产，是的，作为宝箱。那么，但是我们的 PP 线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依赖自己的，相信自己的技术。这边是在一个茶室也没有成功，简直就是他的天堂啊！是的，那么这个时候是在我们的小木发现了空军，直接踢板。那么这个板子踢到之后，直接利用一个破窗理论打算转点，但是并没有一个茶室打断飞。 也可以看出我们张晓峰他卡飞，哎，直接交枪。那么这个是交枪之后给自身不进入一个受伤状态，但是这个枪交的是比较早的，也多亏队里面没有魔术师。如果说有魔术师，这个枪直接交的话，那么是非常危险的。可是有魔术师还有前锋。是的，那么这边红蝶踢板了之后，直接一个反绕，那么是没有摊板，直接拉一个卡斯飞过来，好的蛇皮，但是没成功。那么又是一个翻板，但是并没有滑板加速。是的。 可以看出我们的皮皮线一点都不急。是的，但是这边我们的红蝶是把我们的空军逼出枪，是的，逼出了枪，并且受伤了之后，就下面就很难救人了。也就是说，我们空军现在是完全废掉了。如果一旦有人上野，他救不了人。是的，这个时候是追击我们的调香师。那么调香师这个时候进入一个受伤状态，只能说利用香水瓶来一个位移。好，传送回去。那么皮皮线是没有急于出刀，那么这边是逼到一个比较空旷的点位，只有双板。好了，直接叫。 这边是受伤的情况，还有一个道具，基本上是很难用了。不过在大船还是能利用一下它这个道具，从2楼跳到1楼。是的，那么另一边我们的空军这个时候也是及时的接受治疗，恢复一个满血的状态。那么这边在大船这个点位其实是比较，主要是看个人套路的大船1楼、2楼。就遇到过有带传送在大船套路的监管。 也有就是那种你跳下去，我红蝶在1楼等你，我不上去。是的。那就看人类的观察是否是跟进我们的监管者的角度。这边一个短飞被打断，哎，但是这边是好的，前面一个撞，但是没有撞晕。但是没有撞晕。这个抽刀没给到，那么这个时候是被逼到这个窗口，很有可能是直接过窗刀。哎，这边一个蛇皮漂亮，这个蛇皮是第2个蛇皮漂亮，再一个翻冲漂亮，哎。 连续3刀，哎，但是之后还是一个卡式，还是倒在窗口了。对，倒，而且这边旁边就是地下室。皮皮线是感觉果断的，哎，这边直接爆人，这个位置是比较难撞的，就是因为范围很小。是的。那我们现在调香师是直接挂到地下室的。是的。我们空军没有枪。对。有可能双趴。对，那么这个时候前锋已经赶到，直接撞晕，那么利用这个眩晕时间是救了起来，看到没有？有化险为夷。那么这边是导装帮扛刀，好的扛到了。 那么这边是2个人双双出地窖了之后，就看我们的地下室救人。对，这边是我们前锋非常果断，利用上移的这一个僵硬是成功撞晕了。那么一个短飞，拦距离一个抽刀，好的。但是我们调香师还是难逃一劫。是的，难逃一劫。但是他死还是又死在了地下室。是的，又死在楼梯口。这个如果往地下室爆的话，前锋这会儿还有没有埋伏在附近？对，而且这个时候场上还有2台密码机。哎。 还是从2楼跳下来的，挂在地下室。对，这个是防了一手我们前锋的撞。是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前锋因为是受伤状态，所以说也并不好救援。自身是哎撞到了，非常的漂亮这波操作。厉害，这波撞的是相当稳。对，一点都不着急。就是在空军这个时候已经赶到，但手上没有枪。红蝶没有心理防备的情况下被前锋撞下来了。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调香师前锋受伤状态机械式姿势，哎又撞下来了。是的，非常的漂亮。这边前锋带着调香师一点一点逃离地下室。这边是在地下室楼梯口来回蛇皮，好的帮扛了一刀。是的，那么看我们的调香师他会不会转点？是的，一个破窗理论继续放。但是皮皮线并没有管调香师，直接挂的前锋。这个时候选择挂前锋，我们前锋是第1次挂上狂欢椅。 有一点亏，是的，场上只剩最后1台机了。对，这个只剩最后1台机了。我们的监管者是压力比较大。对，而且咱们的空军还是没有救过人家。是的，他的化险为夷还在。是的，没错。那么这个如果说最后1台机压好来救前锋的话，那很可能会。那么这个时候前锋已经过去，哎，一个传送没有去守。是的。
那么是找到我们。这时候我们皮皮现在在干扰秀机啊，干扰秀最后一台机。不让他一个压机回光返照这么一个操作，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费尽心机挂在地下室，前锋已经被成功救援。是的。那么另一边是打算针对机械师，这边是打至残血状态的之后。机械师这个位置现在是有点危险的。哎，蛇劈了一刀，但是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了，直接击倒在地。那么这一边机械师，哎，他的娃娃已经提前招出来了。是的，非常的厉害。那么这个局势就是看我们的监管者自身对整局地图的把控如何，能不能分析出我们人类的位置。对。直接传送，不让他们卡最后一台。是的，就看我们监管者怎么想，是选择去守椅子，还是打算传送。但是传送是刚用过的，对，而且我们空军满血，他如果不守的话，空军会来救。没错。那么这边我们的调香师和前锋都是一个受伤状态，那么只有空军是一个健康的。满血，对，看空军会如何选择。哎，已经是发现了满血的空军，这边是在板区这边打上一个卡式飞弹，好的没有飞过去，飞过去了，漂亮。但是并没有欧皇斩。是的，这边是给到一个受伤，但是空军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个受伤加速去救援，看能不能成功。没给到，没有给到。这边是直接在这边2人转，还是把空军击倒在地。是的。漂亮。我们的空军也是死在调香师、机械师面前。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红蝶没有急于去爆空军，而是打算先把我们的机械师淘汰，假装救人，实则上飞。是的。那么另一边呢，我们的队友好的一个短飞，另一边我们的前锋已经把机械师成功救下来了。是的。那么这边我们的前锋是打算利用自身，前锋是想跟机械师换死，对，利用自身，因为机械师再挂就直接飞天的，对，直接上椅直飞。那么这边我们的红蝶也是愿意跟他换。直接是挂了前锋，没有选择去针对刚才上椅直飞的求生者。另一边空军也是绝处逢生起立。那么这一边，但是起来之后迎头一棒。但是我们现在的空军已经没有自愈了。对。我们的红蝶可以完全不理会他。但是还选到，哎，这边机械师来了，一个气球刀，机械师的娃娃直接被打掉了，非常的漂亮。也是被我们的红蝶及时发现了。那么这边把我们的空军放下来之后，哎，放下来的瞬间回光返照。是的。那么这个，对，还是把我们的前锋击倒了。那么这边前锋是上椅直飞，另一边还有3名求生者，就看我们的拉门这一波的打法能否是直接拉门，还是再卡一下耳鸣再走呢？是的，也要看就是我们的求生者他是有怎样的作战计划。那么这边一个传送直接到门这边，哎，没有人在拉门，但是没有找到人，比较亏这个传送。看来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皮皮线打法的。这时候3名求生者是做如何一个选择？我们的红蝶也是怎么打呢？这边是在原路排耳鸣。是的。这时候可能有耳鸣了，对，发现了血痕，脚印。这边是我们调香师已经卡板不让卡式飞，那么这边没飞成功，利用这个插刀打算转这边拉近距离，这一刀，哎，蛇劈了一下，第2刀又蛇劈一下，是的，第3刀再蛇劈一下，非常的漂亮，没有蛇劈，还是3刀，还是3刀，没了呀，第4刀。尽管我没有板子，我还能帮队友拖延时间。是的，人类真的是善变的。黄山的山，挂上了黄山的山，黄山的山。我们的选择我们选择还是成功拉开。是的。那么这边是一个平局的局面，没错。对。哎，这一把跟上一把2把都是平局啊。尽管这局平局，不过真的是很精彩。对。禁掉了机械师，他是搬掉了黄衣之主是一个金皮肤啊。是的，刷新在了我们一个非常阴暗的角落。那么人类，哎，这个点位刷新似乎是不太友好。我对求生者不是很流利。对，那么黄衣之主还是一贯的作风，打算沿用我们的比赛一贯套路，先往某个地方巡逻。这边是听到了耳鸣。是的。看到了脚印，但是没有理会，没有理会。是的，毕竟那个点位不好，比较容易浪费时间的，不好追。那么这边还是一样的战斗的起源地，没错，还是这个屋子，还是同样的往里走呢？他直接往里面走了，还是要是的，魔术师拿一个加速直接转点。是的，直接一个翻窗加速，打算往我们的圣勋医院内部这边放了一个板，但是没有什么作用。我们黄衣之主并没有去踢。是的。但是这边应该就是要被逼在这个点位，我们的黄衣之主必须踢这块板才能去追上魔术师。哎，这边还是没有踢。这个出手看是否能利用好。是的，能否利用这个出手？哎，这个时候裁判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魔术师很有可能继续在这边浪费我们黄衣之主的时间。也要看我们的魔术师，他是又回到小木屋，但是小木屋的板子已经是用过了的。没有，刚才是一个破窗理论，直接转出去。那么这边就是分身卡位，但是没有卡住，卡成功。是的。紧随球走几个 PK， 可惜吃了一刀，打到一刀。关键的一个分身是放错了一丝位置，导致没有卡住我们的模型。
那是非常可惜的。那么这边是吃到了之后，利用这个受伤加速，打算转点我们的圣心院，哎，没有进去，并没有直接进医院。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黄衣猪猪也是抓住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场上密码机已经是比较危险了。好的一个分身，又一个闪现，对，要一个闪现，漂亮。对，这个分身交的非常极限啊，分身挡掉了一个闪现，非常的漂亮，可以说相当赚了。关键的一刀是绷紧了神经啊，是的，这一刀打得非常好的一个触手。但是现在场上只剩2台密码机了。对，那么这个时候挂上我们的魔术师，很有可能是直接放弃掉。我们空军也还是有枪的。对，空军有枪，但是就看我们的黄衣之主怎么处理，很有可能是一个触手挡枪。对，就看能否操作得出来。这边是先把板区给踢掉。知道我们黄衣之主带的是闪现的情况下，我们空军可以直接开枪，也要看我们的黄衣之主能不能挡掉这枪。但是这个点位，它的旁边有一棵树和密码机自身再招了一个触手，再加上自己的触手，空军要绕到背后，那么黄衣之主也是可以来个2人转。那么这边交枪的时机是非常难把握的，一个触手拍。相当难救的。现在我们的空军半血了，是的，救不下来了已经。这个时候进入受伤状态，那是救不了了，直接是转点，那么直接放弃。那我们是选择放弃魔术师。魔术师是真的比较难救的，空军如果没打到枪的话。是的。那么这边是转点之后，我们的黄衣之主也是求稳，先守住我们魔术师，就算空军是受伤，我也不追，是的，先不追。那么这个时候是。可能想趁黄衣主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偷偷开枪，交枪，出手挡掉了，手挡掉，对，漂亮。但是我们的慈安家就像魔术师也没有帮魔术师挡到刀，是的，那是比较关键。那么这一波我们的魔术师上野之飞，现在我们的黄衣之主也是2阶了，是的，已经有标记这个技能，魔术师直接飞天，还剩1台密码机。刚才那一波操作可以说是刹那间，我们人类和监管者都是发挥出非常漂亮的一个想法思路。我们的黄衣之主是提前招了一个触手，打掉了我们空军关键的一枪，没错，瞬发的触手，小手一挥，你的枪就空了。是的。那么另一边呢，我们的慈安家也是把控得当啊，就算他空枪了，也是利用这一个招数的时间直接救下。是的。但是就是救下来之后，我们黄衣之主也是紧接一个平 A 收掉了我们的魔术师。那我们现在的黄衣之主是在救我们的调香师9半。调香师，那么这边是疯狂利用自身的恐惧范围。好的，这边是出去拍了一刀，非常的秀，放一个香水，但是被好，这边是连接，没有回血的这边。是的。那么这个时候还是1台密码机的情况下，我们空军是受伤状态，并且枪已经交了，就算有化险为夷这么一个技能，也不是很好救。而且我们的空军是开不动机子，慈善家有卡机，但是他会卡机还是来就调香师。是的，那么也要看我们求生者之间的配合和考虑了。张仪之主强就强在这里，他前期可能会被牵制很久，但是他会在救人的那一瞬间，直接把你给打翻盘。只要有人上一针，那么对自己就是有利了。坚守住自己的岗位，是的。是的。那么这一边我们的黄衣之主也是发现了慈善家，镜头转到黄衣之主。但是另一边我们的给到一刀，调香师要被空军偷了呀！空军这个时候救下我们调香师，救下调香师，但是我们的黄衣之主也是没有理会，打算是先针对我们的慈善家，毕竟这个时候是没有人去卡密码机的。慈善家目前标记还是在的，躲掉一个触手，漂亮，躲掉一个，就看我们的追逐时间了。如果说不能很快速的追逐到的话，那么我们另一边的我们的调香师和空军应该就要赶回密码机。好的，一个拍，被触手给拍死了，非常的秀这波操作，是的。那么这个时候真的很准，对我们的调香师和空军也没有及时赶到密码机能点亮。是的，我们最后一台密码机还是没有压好。是的，视角继续是在我们黄衣之主那边，这边慈善家第一次上狂欢仪，人类也是不舍得去点开这台密码机，打算是再来救一波人。半路拦截到了我们的空军吗？是的，那么这边空军很有可能是被标记到了之后非常危险，已经很难救下来了。如果被标记了的话。是的，另外一边我们的好招一个助手拍没拍到，没拍到。那么这边拉近了距离，我们黄衣之主也是不出刀，不打算给他一个出刀的僵直，并且一个加速救人。那么这边是守在了自身的狂欢椅上，好直接救下，看能不能挡到刀，直接倒地。那么这边好的回光返照，是的，果然是这么一个操作。那么这个时候就看我们的慈安家牵制时间了。如果说得当的话，我们的空军和我们的调香师还是能出门的。是的，这边是主要是看牵制时间够不够开门的时间。是的，那么2个助手拍，非常的秀啊！这一波操作，左右夹击，我们的慈善家完全没有反应机会。是的，没错，是的。那么这边是没有理会慈善家，而是紧追空军啊！紧追空军，毕竟我们的黄衣之主是有挽留这个技能的。对。如果说他能再留住一个的话，那么这个局势还不好说。我们的门还没有拉开。是的，非常的尴尬这波。那么这边是一个闪现平 A， 但是的，因为我们的调香师有一个翻板加速，所以说躲到一个闪现。稍微着急了。对，那么这边是没有选择理会调香师，而是回头
抱我们就快绝处逢生起立的慈善家。是的，那我们的慈善家已经是摸起来了的。那么这边是远处再给一个标记，再给一个标记。那么很有可能是一个平局的局面，这一把。对。非常可惜，刚才的关键一个木屋闪现没有给到，因为我们的调香师有一个翻盘加速。如果说我们慈善家转到医院了的话，那有可能会3跑。是的，那么这边是空军和调香师已经双双出门，但是医院门没有打开，就看我们的慈善家能否是牵制到我们的标记的时间有点缺了，被触手给打倒了，非常的可惜啊，慈善家。是的，这边这把有一个平局的局面。是的，没错。监管者的一个阵容。对。选的地图是圣心医院啊。是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求生者分布，哎，这个时候是非常没有力的。是的，非常的紧张啊，这个分布阵容。对，无论是距离监管者的距离，还是人类分布的疏密程度，都是比较难受的。那么这边还是战斗的开始，还是我们的小木屋发现了我们的乐乐，跟上局一样，魔术师直接翻窗转点。是的，直接一个破窗理论加速转点到我们圣心医院。哎，同样的套路也是在这个点位，一样的位置。是的，跟开头非常相似，但是不同的是板子还没有翻掉。没错。那么这个时候是拉近了距离，我们乐乐打算转点另一块板区，能否成功？这边直接抽刀，哎，没有，但是没有抽到。对，第2刀还是没给到。那么是踢板了之后，利用这个破板时间继续转点。是的，没有选择往医院里面钻了，而是绕了一个大圈。是的。这边目前来看，魔术师我们的乐乐是很皮呀。可以，似乎是完全不把我们的黄一柱放眼里。这边是被套路了一个出手。紧接着没有翻板，是承受住了这个压力，打算真的，哎，一个套路非常的漂亮，我们的皮皮线也没有反对了。皮皮线大喊一声舒服啊！是的，这一波是套路预判到我们魔术师的分身，哎，还敲了招手，非常的秀啊！我还不忘皮。是的，那么这边前锋过来撞得晕。是的，因为附近没有障碍物撞到了，但是没有晕，是送了一刀。那么前期自身是给黄一柱加了一个存在感，其实是比较有劣势的，并且自身没有去破一密码机。这边虽然没有能撞晕，但是魔术师还是成功的拉开了距离。是的，拉开了距离。那么这边是转到了圣心医院，战场似乎是有点不同。刚才的比赛是不是没有在这边去战斗过？我们的皮皮线也是这个撞墙，魔术师，刚才前锋吗？对，他的球撞到墙上了。是的，这就非常难受了。前锋的连续2个球都是送了2刀。是不是皮皮线可能想魔术师你皮我不抓你，我换人追，舒服乘2。这次我们的前锋可能就要背锅了啊！这一对求生者是相当皮，根本想象不到，完全没有在乎我们的黄衣之主，可以说是捡漏了，捡到我们前锋。这边看一下皮皮线，我们的空军也是就位的。是的，那么这一波场上密码机还有4台，破译进度是非常的慢的。是的，比较拖节奏。对，我们的皮皮线也是利用这个触手打算躲枪，我们的空军能否是成功命中？这边又是找一个触手，是先开枪还是直接救？是的，非常紧张，这个时候是的，就搏一个反应能力如何，直接救下，好，但是没有扛到，触手打到了，没有扛到刀，没有扛到，并且直接上一个标记，还有可能是双趴。是的，蛇皮弹2刀。但是我们空军还是有枪的。对，这个时候场上也要看下一波是怎样操作。这边被触手打到了。哎，直接2刀触手，我们的枪没有发挥出来，没有作用。对，这么直接红了。是的，我们的黄一柱也是没有选择里的空军，而是选择针对前锋。现在是双趴的局面。感觉这把我们的5HS 战队似乎是不太灵活，可以看出我们皮皮线不仅红蝶用得好，章鱼哥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边似乎是没有找到前锋，但是有2个人倒地的状态下，只有我们的慈善家和魔术师能破译，并且这个时候魔术师是一个受伤状态。是的，2个人趴在地上，舒服乘3。对，那么这边是看到了我们的说梦。是在我们的女神像板位，我们说梦他也是直接一点也不贪，直接放板的。是的，放一个触手逼走位，不让他继续在这边溜。说梦也是直接转点，但是这个方向很有可能是干扰到我们另一边的魔术师修吉。是的，没有关系，这边电击是2个人都在这边的话，对，另一边空军和前锋已经双双起立，2个绝处逢生已经用过。这个点是需要触手了，闪现，漂亮。果断的闪现，非常果断。是的，那么这个时候魔术师倒地，我们的空军半血，3个人都是半血，看一下。是的，但是我们空军被摸好了，空军有一枪，但是黄衣之主他是有2阶技能的。是的，有丁式。对。那么这边就看我们人类和监管怎么操作了，都是未知数。是的。
这边我们的黄衣之主似乎是选择巡逻。我们的空军他没有选择救人吗？而是在互摸吗？对，这个时候我们的前锋把前锋也摸好了，对，已经是一个健康状态。那么魔术师这个时候阶段已经卡不住了，要掉到2阶段。对。哎，双来，双赶来救人。2个人起来救人。那么这个时候只有我们的说梦能破1密码机了，只有2台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卡住心脏回光返照的。开机的节奏也是非常的拖。对，那么这个时候是务必要保住魔术师，要不然就是在浪费时间。是的。来，你来撞，我来开枪。对，这边是完美一个触手拍开枪，将触手打到前锋身上。接下来有化血位移，这下能不能帮魔术师挡到刀？对，这个时候我们的说梦也破了1台，场上只剩最后1台密码机了。是的。非常紧张，这个局势，我们的人类和监管者压力都非常巨大。但是我们前锋好像没有皮皮线走得快呀。是的，那么这边我们的一个翻穿套路，但是有翻穿加速。是的，我们前锋帮挡到了一刀。直接拉板。是的，没有倒地。那么我们黄猪也是直接在这边套路，好的触手拍漂亮，非常的漂亮这个触手。是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魔术师是上以直飞直接淘汰，我们的前锋也是用过了绝处逢生，又是一波双倒，前锋也倒地了，舒服乘4。前锋用过了绝处逢生情况下，看我们的黄衣之主怎么选择，是挂他还是选择去找人？是的，选择先挂，毕竟我们的空军的化险位已经交过了。没错。那么另一边人类方面，看他们怎么选择，这个时候已经淘汰了1名，是的，是比较紧张的。我们的空军他也是在考虑到底要不要救。是的，因为2阶技能也没有枪这边是上了一个钉式，直接一刀，紧接着利用这个受伤救了下来，还算 OK。是的，没有打得到。是的，那么就看我们这一波前锋，但是他似乎是被拉进去，好的回光返照，回光返照，全体起立也非常的不错。那么这个时候就看我们的前锋能牵制多久，这边是一个单板压迫一下，只要他翻过来，好的，这边一个抽都没给到，那么也是没有滑板，就是这边没有放上去，好的。非常紧张，这波我们的前锋能牵制多久？看一下我们的闪现没给到，闪现失误，哎，还是第2刀，但是还是被打到了我们的前锋。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前锋倒地了之后，皮皮线还是选择先挂，对，先挂成狂欢野。那么另一边，可能另外2个人可以逃脱。对，这边很有可能是又是一个平局的局面。是的，很有可能又是平局。肚子疼，这边这一局恭喜。是的，恭喜我们的又是一平局，又是一个平局。而他是摸枪的话，他也是要看。监管者也是刷新在一个明暗的角落。是的。那么另一边我们求生者的分布是比较有利哦。是但是这边似乎是离得有点近，开局就被排到了2名，这边是捡了一个零件直接装上。对。是的。那么这边就看我们的小丑前期能否是给到关键的一个压迫，好，直接给到一个无限冲刺，并且有我们的是的，并且我们的风翼有减少擦到龙血线，这边一个翻板，没有抽中的可惜。现在要看我们小丑的套路是否能够套路到慈善家。那么这边我们的慈善家压力非常大，前期5台密码机的情况下就吃到了一刀，并且还不知道我们的小丑带了什么技能，而且我们的1级拉锯不知道何时起来，要防住2手。如果带了张狂的话，应该快要敲钟了。那么这边我们的慈善家也是利用这些板区来回配合，是直接见板就翻。是的。那么小丑也是等待一个时机，哎，张狂已经起来，有1级的拉锯，直接拉，直接拉锯了。看一下我们的9伴会如何选择。好，这边是一个骚操作躲过了冲击。因为我们的1级拉锯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那么这边是继续利用板区闪现。漂亮，非常的漂亮。现在场上还剩5条密码机。是的，还有5台的情况下，没错，我们的9伴他已经上冠了。对，这个可以说是由于我们前期监管者和人类的刷新点位太近了。是的，开局捡了零件之后，直接就是一个拉锯给到。但是另外也要看我们幸运儿是否会来救人。是的，那么这个时候幸运儿至关重要，他前期是去破密码机还是去摸了宝箱？是的，摸了宝箱，这边选择踩了一下板子。是的，把关键的板子踩掉，不让他们好转点。这边是打算来勾引一下，还是没有救，直接拉锯。我靠，好给到了。那么这边救人，2个人起来救，没有化险为夷，自身扛了一刀倒地。但是我们的调香师他也是到的，但是他没有挡到刀。对。哎，这个时候已经破译了3台了。是的，场上还有2台密码机。速度是非常快的，一个拉锯给到调香师，但是没有交香水瓶，有点可惜。是的，但是我们的调香师帮慈善家扛到了一刀。是的，这边林志奇选择回去挂幸运儿。是的，幸运儿。那么这个时候还有2台密码机。
我们人类的这个由于没有空军是降低破译速度，所以说修机的这个速度是没有被减少的。我是没有想到，在我们慈善家倒地这么迅速的情况下，还能去修好3台。是的，而且我们的慈善家完全逃离了小丑的视线。是的，而且并没有机械师。是的。这个可以说是，虽然说我们监管者前期是刷了一个求生，也可以说是一个拉锯，漂亮。还是没有逃过拉锯啊，我们的调香师。而且，那么这边人类就是被迫去救人，必须要去救下一名求生者。那么无形之中只有1名人类在破译密码机。对，没有错。我们必须停止修机去救人。是的。那么这个时候也是成功救下了之后，我们的小丑看他怎么选择。毕竟这个时候在椅子上的是第一次上椅的。对。而且全场只有魔术师是满血状态，也只有魔术师可以来救。并且，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小丑排到耳鸣，直接是拉锯手，哎，取消掉了。可能没有耳鸣了。是的，我看到魔术师已经走远。那么这边是打算是压制一下，中途拦截，不让他这么好救。这边是先踢开板。那么另一边还有2台密码机的情况下，这边局势其实是对于小丑来说比较紧张的。是的。这边必须是要，哎，没有理会，直接是一个拉锯。是的。魔术师，哎，一个可以抽刀。对，拉锯抽刀。看一下距离，我们的魔术师够不够救？是的，我们的小丑拉锯给到了之后，插刀是非常短时间的。那么这边魔术师的转点也是没有打算去救人。另一边追魔术师的同时，我们的调香师已经被救走了。对，那么这个时候虽然说是一个配合是挺不错的，对，非常不错。虽然说是一个残奥会的局势，但是4名求生者都是可以活动的状态，并且只剩1台密码机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对于监管者是非常不利的。可是场上还有最后1台电机。对，这边是找到了慈善家。对。那么这个时候就看我们的慈善家能否牵成功了。前期倒地的速度，这边是一个拉锯碎板。是的。那么紧接着利用这碎板时间，直接是转点这个板子。时间非常的紧凑。是的，我们的小丑也是发现了没有等板。那么这边我们慈善家利用这个时候转掉。必须直接走的。好，一个滑板，再利用一个滑板加速。哎。因为我们的小丑是2级拉锯，所以说我们的慈善家是非常紧张，不敢轻易的转点。闪现，漂亮，非常的漂亮，非常关键。这个时候要非常的关键。刚才是没有交闪现，因为他是有冲刺的，他在等慈善家的冲刺结束，距离正好的时候才交闪现。是的，小丑交的技能是非常稳。是的，比较细节。那么这个时候慈善家挂上狂野的情况下，还是他没有破解，并且人类就在旁边。对，就在旁边，比较拖节奏了。最后1台电机，这一台密码机压机的，等于说完全浪费了。我们慈善家这个时候好像是已经赶到一个举锯。是举着我们火星冲刺，打算是逼迫。这边看一下救下来之后，是的，这边我们能不能帮扛到刀？对，我们小丑选择的站位也是比较的模糊，是打算针对好的给到了，但是对打到椅子上非常可惜。那么这边被救下来之后，打算回头去守住密码机，不让他回光返照。是的，咱们星儿是没有摸道具的，目前对赶走星儿。那么这边一个平 A 收掉。非常的可惜啊，没有牵制多久。这个时候是选择挂我们的熏儿，但是另一边我们的调香师也是在选择卡住这个机会去分担这边。一个气球刀，好的给到了，但是用了香水啊。是的，回速。那么这个时候是把板子翻掉的时候，熏儿挂上狂欢野，另一边香水师怎么选择？没有去破译，没有去点亮。是的。只有调香师是满血的目前。是的，那么这个是星儿也是第2次挂上狂欢野，这一把可以说各个求生者基本上都被绑在狂山影视，对，绑上影视。也要看我们的小丑他会不会守电击，还是会守人。是的，那么这边是又是一个拉着火箭冲刺守我们星儿，直接救下，好。但是没有挡到刀，我们星儿直接飞。好，再次倒地，那么这边能不能挂起来回光返照？是的，有没有回光返照？没有，没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星儿是上椅直飞，另外一边调香师能否起立？是的。哎，还是不行，来不及啊！我们的密码机非常的可惜，刚前的调香师就已经回光返照了。对，这个时候我们调香师挂上狂野之后，我们的监管者也是有那个技能的，那么这个时候是直接装了一个零件，我们的人类是非常危险，还剩下2名求生者，这个时候似乎是要被翻盘了。是耶。是的。接下来看见了我们的9伴。对，这边是已经是压迫住这边的红地毯这一扇门，不让它拉开。那么我们就看我们慈善家的牵制时间，或者说自身能否是转到安全的门口，或者是跳地架。这边灵芝骑士没有带封窗的，他带的是张狂加一刀斩。是的，张狂加黄流，所以他没有选择翻窗，直接绕。那么这一波就看我们的闪现，漂亮，非常漂亮，抓准的时机。
咱们这个小丑是一点都不给慈善家机会，对，是的，给了他3个闪现，利用自己的技巧，现在是成功捕获3个人。看一下另外一边，我们的魔术师能不能成功逃脱？应该是能成功逃脱了，对。已经成功拉开门，那么这一把是恭喜我们的林志奇，对我们的监管者捕获3名求生者，是的，获得比赛的胜利。那看一下我们接下来他还是选择了一个黄衣之主，对，现在了一个比较明亮的地方。对，那么人类方面这个分布局跟上一把相比还算是好一些，但是也不是非常完美。是的。那么这边我们的监管者似乎是开局就是预判对了位置，看见了脚印啊，看见了他脚印，但是并没有追，找的是相当灵性。是的，对，这边是听到了翻板的声音，选择直接踢掉来追击我们的乐乐。那么这边我们乐乐选择的点位是双窗单板区，在我们的门口旁边，这边就看他的牵制时间有多久，直接放板没有摊。对，那么这边是在利用一个翻窗加速，直接转点。我们的黄衣之主也是回来套路，但是一个卡视野被骗了一下，但是也是拉近距离，这边有点危险。是，又看我们的乐乐的预判了。好的，这个香水瓶交的非常完美。对，他的预判非常的棒，这样要吃刀了，交了一个香水瓶。就像我们的机械师一样，临近了召唤一个娃娃。是的，香水师这个操作也是时机恰到好处。但是这边被逼迫到点位似乎有点危险，板放的时候直接追一个触手没拍到，但是提前交了香水瓶。好，传送回去。是的，这边一个平 A 还是吃到了，但是香水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对，那么这边是利用这个受伤加速直接转点我们的皮皮线，也是紧随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张狂引起他有了1级的召唤助手的能力。是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转点是选择大教堂的窗位，首先放了一个神秘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没有选择传回去。是的，黄衣之主在窗外放那个触手，然后再飞回去。没错，但是由于这个窗前期已经是召唤一个触手，这边是必须选择另一个窗点，但是这边的距离被拉近了，非常危险。是的，非常的危险。哇，好的，还是难逃一劫。是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调香师也是5台密码机的情况下被架在地，跟上一把也是非常相似。想法也太多了。这集我好像看过呀。是的，这个时候。看一下前锋怎么办？我们的前锋是施加压力，这个时候是给到了压力，放了下来。那么这边前锋是给到一刀，是的。这时候我们的黄衣之主已经是2阶监管了，已经有定式这个技能，人类非常危险。那么这边没有选择去挂调香师，而是回来打算是把我们的前锋是夹在立马，毕竟还有3台密码机，一个闪现，漂亮。这边前锋双趴了，3条电击的情况下，现在已经双趴了。对，那么这个时候回头选择挂调香师，我们的前锋倒地状态不可能绝处逢生这么快的起立。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幸运儿来救。是的，那就要看幸运儿有没有摸到道具了。对，这个局势对于监管者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没错。那么场上这个时候必须有一个人来救援，如果没救援的话，那么去破译密码机，那么最后的拉门也是不够的。那么有人来救援了，直接抢枪，非常漂亮，没躲掉。好的，这个时候直接救下来，但是没有化险为夷。看一下能不能扛刀。好的，这个助手拍没拍到，这个时候选择针对调香师，但是香水瓶就全部用完，这时候距离拉近这个瓶 A 收掉。是的，也就是说我们幸运儿他没有帮调香师扛刀，他的一个枪是浪费掉的。是的。那么这个时候选择挂调香师，前锋绝处逢生，撞下来了，但是我们皮皮线他的反应非常快，把调香师提前放了下来，差一点点，差一点就撞下来了。虽然说被撞晕了，但是还是提前放下来。我们的监管者和人类都是针锋相对。是的，这都能撞，也太刁钻了吧？对，太刁钻了。一个绝处逢生起立，什么都不想，先去救人。是的。没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黄衣之主再次把调香师挂上框，这个时候再撞晕一次，利用这个幸运时间接救下来，有化险为夷，就看能否帮扛出关键一刀。平 A 没扛到，我们调香师再挂是不是直接飞？是的，这个时候上野直飞，我们的前锋这个时候压力非常大，能否说继续保护我们调香师？但这个时候我们黄衣之主选择针对前锋吗？没有。但是场上还剩1条电机。对，这个时候只剩1台了。对，看会不会回光返照。对，这个时候我们的黄衣之主压力又是比较大的。我们调香师也是非常聪明，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好撞的地方。是的，故意倒在窗内。是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黄衣之主也是疯狂招出手逼迫，一个助力拍没拍到。紧接着只剩1台密码机了，至关双一个撞，漂亮！皮皮线反应非常的快，是的。那么这个时候放下来继续爆，是的。这个时候还撞吗？看看还撞吗？是的，只剩1台密码机了，这个时候非常紧张。是的，好在是没有地下室的。没有撞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调香师上野直飞，场上有一台密码机。对。那么我们的皮皮线如果说是要打出一个胜利的局势，必须说是3名求生者，剩下3名全部淘汰。是的。那么至少要淘汰2名才能造成一个平局。是的。
那场上还剩最后一条电机的话，如果说是平局，那我们这一波是比较。是的，这种情况的话，感觉还是要看他最后怎么守门，还有标记到底交给谁。对，好，这个时候密码机点亮，是回光返照。关键的2扇门，看我们的黄衣之主怎么处理。这边是发现了3加一个翻窗加速，打算早点，但是被逼迫了墓地这个区域。好了，翻过来是预判闪现，但是没成功。震慑成功震慑，是的。我们的3加是预判了黄衣之主的闪现啊，但是黄衣之主，但是我们黄衣之主闪现都没有用就震慑了。那么这个时候击倒了3加之后，并没有选择直接过来，是来这边门口干扰，但是门已经成功拉开。另外，我们的新人和前锋已经能顺利出门。是的，是一脚死在门口，爬出去，是的，最后一次平局，是的，非常的激动。关键的慈善家能否绝地重生？对，另外我们3加能不能摸起来？如果摸起来了。是的，看看这边还是比较危险的。这边慈善家摸起来，黄衣之主还是有标记技能。这边慈善家的压力非常巨大，而且只拉了红地毯的门，另一个门是没有拉的。对，这时候慈善家已经起立了。如果这次还是平局的话，那下次就要禁掉3名角色了。对，慈善家的压力非常巨大，他现在是如何选择的？是的，非常紧张。非常紧张，胜败就在慈善家身上。这个时候压力非常巨大，我们不做太多的干扰。对。那么另一边，我们的非常的激烈啊，倒在门口。这边临门一脚猜到了，这边已经基本猜到慈善家位置，已经看到慈善家了。是的，已经看到血痕了。给一个标记。那么这个时候选择的是套路吗？哎，慈善家等待了一下，这个等待回套路。哎，回头照手电。是的。但是有触须，没拍到。没有拍到，非常的秀啊。那么这个时候能否照瞎我们的慈善家手电？哎，没有。平局，又是一个平局，又是一个平局，是的，舒服，很舒服，针锋相对啊！我们的黄衣之主也是挂上了人之后，直接往我们的门方面跑。是的，临门一脚给到了我们的幸运儿，是的，没有能爬出去，非常的精彩。如果你一直拖他在那边，技能不交。圣心医院这个地图对人类有什么优势呢？首先，它安全点是很多的，是的，小木啊、小木废墟，然后医院里面。都是非常安全。是的，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观察到我们人类的刷点这一次似乎是比较友好。是的，非常的分散。是的，并且我们的地图还是圣心院，那么这一把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求生者。是的，大放光彩。这边林之启看到脚印了，不过他决定放弃，他没有追废墟。是的，是的，因为废墟不是很好追。对，这边还是我们战斗开始的地方，小木屋。是的。难道你又要翻个窗子，然后直接转点吗？还是同样的剧情，有我们的魔术师直接是靠翻窗加速传。这局我又看过，是我又看过了呀。是的。哎，不过这次小手直接冲刺了。是的，有所不同，我们是转到圣勋院里面。哎，放弃了吗？是的，因为一个分身，我们的监管者并不打算浪费这个无限冲刺，找到我们前锋一个球，转到了板点，直接翻板，但是这边吃了一刀，被套路了。是的。那么这边我们的前期吃到了，但是也是没有太大的所谓闪现，空刀闪现，空刀，对，非常的可惜。是的，那么这边我们的前锋应该是可以利用这个球牵制够足够时间。是的，但是小丑这个时候也是有东西的。没错，对，没错，他是装了什么呢？这边我们的人类方面还是5台密码机，那么这边的刷点似乎是不太能干扰到。开局已经干扰到好几个人了，其实是的。那么这边其实这个局势开局到现在还是进入最开始的环节找人，那么是紧接又一个拉锯，再次回到我们战斗开始的地方。是的。又是我们的小，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分身卡住了，没有板子了。但是我们魔术师用分身卡板，对，当板子卡，对，两次关键卡板，一个是圣心院逼迫转移，那么另一边是躲了一个无限冲刺。是的，目前魔术师现在是已经没有分身了，看看他这个好的有一个拉锯，用锯碎板。是的。这边只有2块板子，如果说2块板子玩的情况下，看我们的魔术师会怎样转点。当面装配件。对，那么这个时候，没有选择。我们的林之启误判了，他以为魔术师会到板子，但是魔术师并没有，他转点了。无伤大雅，我们林之启选择了也是转移目标，这边是直接一个拉锯，打算是排查人类的破译位置。是的。那么这边是找到我们医院1楼的一个血痕，这边直接翻窗出去，但是并没有闪现，所以说直接撞断。是的。我们的前锋他也是反应非常的速度，直接翻窗。对。那么这边又是原地上了2个零件，紧接着人类这个时候果然是大放光彩，没错。是的。那么这个时候给到这边他决定直接过来追。是
是的，这边时候我们的前锋由于是自身一个受伤状态，所以说是2块板直接撂掉。是的。那么我们的监管者被迫踢板，利用这个踢板时间，直接一个破窗理论继续转给我们的女神像这边的板位。是的，这边板子就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好牵制监管。但是无形之中也是干扰到了正在破译的我们的空军。是的。那么这个边是一个拉锯一个球，哎，但是我们的前锋他没有挡到，没有挡到，没有翻板，是的。刚才一个细节，我们的调香师打算是利用香水瓶，打算帮扛一刀，但是速度不够。咱们这边林之起的车技也是相当的。是的，这边一个气球刀，我们的调香师也提前交香水瓶，但是放了下来，这边一个拉锯漂亮。调香师那我们现在调香师是残血，已经是救不了前锋的了。是的，那么这个时候场上还有最后一台密码机，但是场上还剩1条密码机。不过周围好像有点热闹啊。是啊。怎么全过来了？怎么全过来了呀？救了下来，这边一个拉锯给到谁？好的，扛到3个人在一个位置，回光返照。是的，非常漂亮。一刀斩出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林志奇打算追谁呢？是的，看一下，也要看我们监管被追的。追的求生者他能牵制多少？是的，那么这个时候选择到我们的圣勋院内部的调香师，直接是交一个香水瓶，但是我们的监管者这个是逼迫我们的监管者，套路非常是的，逼迫我们监管者必须用自身的平 A， 不能让拉锯来击倒。是的。那么这个时候是一个平 A， 好的。一个平 A， 我们的是的，巫师然是被套路了一波。但是这个时候没有选择去挂他，而是直接一个拉锯打算。是的，看一下另一边，他是门还是没有拉开。对，但是这边我们是非常积极，觉得光杀一个人是的不够的。对。那么这边是打算直接放掉调香师来，这边是追逐其他人类。那么我们的人类也是非常机警，听到心跳直接撒手，没有去破译，而是直接转门。是的，如果这个位置失一个句子的话，那肯定会逃脱了。对，那么这个时候是观察到了我们的人类是已经成功拉开门了，没有继续选择，而是选择回头保住调香师最后一个淘汰。那么恭喜这波我们的人类，是的，成功逃脱3人。是的，是的，非常漂亮，恭喜人类，恭喜人类。做的是。因为他有个闪现，他想再留一个人。是的，但是可是慈善家察觉到了，直接走了，就赢了。对，因为上局的还是刷新在了一个阴暗的角落。是的，人类方面的分布似乎是不太友好。对，这边黄衣之主依然是选择他们战斗开始的地方，这边是3名求生者。哎。这样子是很尴尬的。是的，2个人抢窗，同时翻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前锋是被逼在了小木屋里面，但是黄衣之主没有选择追击，而是一如既往的选择了转点圣勋医院的滑板拿个加速，直接往医院冲进去。哎，这边现在我们的皮皮线是已经追丢2个人了。是的，我们皮皮线跟上一把的监管者选择一样，直接放弃掉。对，似乎也是按部就班的去进出那么一个表演。那么这边也是在前期的选人找人过程中也是浪费了一定时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类已经是能安全的找到自己喜欢的密码机来破译了，发现了一条黄鳝。是的，那么这边是发现了一条皮皮扇。是的。我们看我们的皮皮扇能否是皮得出来，跟我们的皮皮线谁更皮呢？好了，一个破窗理论直接是转点，这边一个出去拍没拍，没有拍到，是的，很可惜。一个灵活的走位。是的，那么是转点到了圣心医院，由于之前的破窗理论用过，这边很有可能是被拉近距离，但是也无伤大雅，也是能安全转到板区。那么就看我们的慈善家牵制时间的另外3名求生者都在奋力休息。那么这边上方一个闪现，漂亮，闪现成功，拿下1刀。是的，这一刀给到了之后，我们的黄衣之主就有了召唤出去的这个技能。那么我们的3家也是利用这个受伤加速转到另外一边的板区，但是比较危险，直接放板。这个点是套路，这个点也是看我们皮皮线的套路的，也要看他的套路。哎，这边是翻了回来，翻回去，哎，没有出刀，这边藏住了。哎，拉近距离，平 A， 一个平 A 将我们的慈善家击倒。现在场上还剩4条电机，对，是的，4台密码机的情况下，慈善家高上快前头撞，哎，没撞下来，放下了。我们前锋也一刀送了一波技能，现在我们的黄衣之主只要再打1刀就2阶技能了。是的，那么这个局势对于人来说是非常难受的，一个出去拍没拍到，用触手躲过了，躲掉了一个触手。是的，对，由于是刚才的慈善家爆的点位附近没有墙体，虽然说是撞到了，但是没有撞起来。是的。那么这个要看接下来会不会救我们的慈善家。是的，这边皮皮线反应还是相当快的。是的。那么这个时候给我感觉不是特别怕前锋了，已经。是的。是的，3台密码机的情况下，我们的慈善家被高上狂迎，那么前锋是一个受伤状态。现在到底要不要救呢？对。是呀。我们的黄衣之主已经进入自己的主场了，可以守住这一台狂欢椅。
那么我们人类这一波派出了乐乐，来，调香师这边是直接再出手劈了一下，救下来，漂亮，自身没有扛住，但是没有扛到刀，对，非常的尴尬。那么这个时候选择是针对3家没有理会调香师，是的。那么我们的3家也是继续转点到我们的医院内部，打算是一个卡视野能否逃脱？我们的黄衣之主也是先要看死一个人，对，那么这边可以要给自己一个足够可以平局的一个条件。是的，那么这边是发现了我们的3家倒地位置。是的。观察前锋位置有没有能撞，但是并没有。哎，这个时候场上还有2台密码机。也说人类的节奏比较拖，但是这个时候3家挂上了椅子，旁边就有一个人在破野，无形中是干到一个撞。利用眩晕时间救下来，并且有化险为夷，这边能不能把扛到刀？是的，没有扛到，前锋跟3家是相反跑的，反向跑的。这边前锋还是不能走啊，还需要继续干扰啊，这边。对，那么这边我们的黄衣之主也是选择针对3家，这边3家如果说再次上椅子的话是直接飞天了。是的，是的，我们3家是优先选了一个特别好的点位，可以撞下来的那种。这个时候场上只剩1台密码机了，我非常紧张。是的，如果是亮了之后又是一个平局，出手挡一个脑袋，是的，一个撞，没有撞下来啊，没有撞到有点可惜，把皮线躲掉了，对。那么这个时候是上一，如果说3家挂上他是直接的，橄榄球好了没有？哎，上去了。那我们的3家他是很不幸，对，是的，成功飞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就看 PP 线的追击能力了，能否是成功留住一名求生者。如果说这个时候 PP 线抓住了一名，那么他就是冠军队。这边一个出手拍，把我们的调香师击倒了，是的。我的天哪！那我们的PP线他知不知道调香师在哪个位置呢？这边似乎应该是知道。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刚才不是在修机吗？我不是在修机吗？我怎么突然就死了？我怎么趴在地上？还有最后一台密码机。是的。我们这个时候地下室啊，地下室就在我们的严重警告。这一把可以说我们的 PP 线胜面比较大，看我们的前锋能否发挥出一个地下室救人来了。这个时候好了，招了一个触须，没来一个拍没拍中，紧接着救了下来。这个时候能否帮扛住刀？看一下能不能帮扛到刀。回楼梯一个落地2刀，一刀给到了前锋，第2刀没有打到落地，没打回攻反正。是的，但是如果说现在紧追调香师还是一个平局的局面。是的，那么就看我们的调香师的牵制时间能否顺利的出门。这个时候全队的担子全都压在调香师上，也要看我们求生者这边直接翻板，招个触须拍，出手漂亮，非常的漂亮这个出手。是的，那我们现在。PP 线他是成功抓到，掉下。这个时候前锋赶到一个撞，球没了。我们前锋也被击倒在地，是的。前锋这边，我们的救人主力已经被打倒了，对，把调香师丢下来。是的。那么这个时候盲女还不放弃，但是我们的大门已经是开好的呀。对，大门已经开好，这边我们的黄衣柱是紧追了黄衣一闪现一刀，没有给到，救了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前锋是倒地，我们黄衣组打算是继续挂我们的前锋，没有理会我们调香师，毕竟这个时候只要守住一人，那么就是稳赢。对。场上非常。如果说守住一个人，那我们PP线也是成功进入全国2强的。是的。调香师被标记的触手给打倒了。关键人物前锋，我们现在就只剩一个盲女了。对，5HS 的灵魂角色。是的。我们的前锋这个时候在狂野上关键的一个人。是的，是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冠军争夺之战，能否是挺进我们的决赛？对。好，另一边我们的似乎人类正在等待 PP 线的一个挽留技能失效。我们的盲女她是想等我们的 PP 线挽留技能失效，对，然后扛一刀救下前锋。但是我们的 PP 线不单只有红着眼睛，它还有触手，还有2阶技能哎。没错，丁氏加触手这一波人类配合，怎么能够救下来呢？我们盲女可能是想最后搏一搏。是的。哎，这边跳了下来，但是我们的黄衣之主他还有挽留技能呀。是的，那么这个前锋血量已经不够了，就要淘汰，成功淘汰。那么成功淘汰我们的PP线，他已经成功进入2强，是的，恭喜我们的唯一战队成功踢进决赛。对，是的，是的，对，冠军争夺战。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剩下2名求生者，还能否说是顺利出门？我们的皮皮仙这个时候已经是耀武扬威，发出了他的笑声。耀武扬威。是的。啊，终于是跟我们来回焦灼打了这么多把，还是我们略胜一筹。是的。没错。惊心动魄。那么这边我们的皮皮仙似乎是还算打算锦上添花。是的，还想再捕捉1名求生者。是的。但是能否成功捕获呢？如果说没有挽留技能很难。是的，这个时候盲女已经嚣张的出现，但是黄云柱这个时候盯上了受伤的调香师。是的。那么另一边盲女已经是安全的出门，就看我们的调香师怎么去牵制或者说找到地窖。能否找到地窖，或者是走到门？调香师这边好像没有加速的创制，对，已经被触手击倒了我们的调香师。是的，是的，没有逃脱。没错，那么这一把是恭喜我们的监管者淘汰了3名求生。是咱们的最佳是皮皮线，也